江勉良死后，苏小妹就开始看心理医生，所以苏小妹是放不下江勉良的死吗？那你没有从苏小妹或江宜芳的亲戚朋友那边问到什么？我在问你话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哎呀，可能最近啊，我晚上追那个韩剧追得很晚，那种家庭伦理的那种。你刚才问我什么？我是在问你有没有查问到他们的亲戚朋友？有啊，他们那些邻居告诉我，江勉良跟这个苏小梅他的关系还可以，但是江一芳就很不喜欢他爸爸，而且听他们说他们常常吵架。这些资料都帮不了我们的官司。那你没有查到江勉良为什么会把公寓转给苏小妹？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还在查。那你有什么线索，马上让我知道。虽然他们一家看起来很平静，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，说不定暗潮汹涌。对，肯定有事情发生，我一定会彻底调查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啊，这么高级的咖啡不喝完浪费。哎呦，那边还有。哎，我记忆中哦，你妈是喜欢喝茶的。你现在喜欢喝咖啡，是不是因为受到你爹地的影响？是一个大学同学介绍的。哦，那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从苏州回来新加坡读书，你就不会遇到这个叫你喝咖啡的人，你就不会喝咖啡了。也许吧。缘分真的很奇妙。如果你妈没有在苏州遇到你爹地的话，他们的爱情故事就不会开始了。他们不是那个时候开始的，是在新加坡读 Poly 的时候认识的。怪不得这么面善，原来是当初喜欢你妈的那个。他们以前是初恋。你干嘛问这么多啊？没什么。我关心你妈。拜拜，拜拜。喂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里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我说我有话跟他说。你呀，你们两个。你是第二个知道的人，不要到处宣扬哦。阿嘉顺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要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。你别忘了，你们两个的年龄、学历、薪水都差那么多。还有啊，你之前亲口告诉我，他配不上你的。我当时只是说气话。那就是有说啦。我没有。安格林，我知道我的年龄比永涵小，学历比他低，薪水也比他少，可是我比所有人更爱他，比任何人更想要保护他，给他幸福。嘴巴讲当然容易啦，啊，你担保你以后不会后悔吗？一对男女走在一起久了，问题就会出来了。就比如说，到时候永涵越来越成功。你就会越来越自卑，越来越埋怨，到时候我女儿肯定不开心，她不开心就是我不开心。不会的，我会为永涵每一个成功的里程碑欢呼庆祝。况且在感情里面，又不是在比谁的能力比较强，而是互相照顾、互相学习、一起成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啊。跟你在一起，我感觉很踏实。还踏实？好了，你看你。好好一个男人，留什么长头发？你以为你谁啊 ？F4 啊？好啊，如果你爱永涵的话，把头发剪掉。不行啊，不行，那就算你的头发比永涵更重要啦。我留长头发是为了我哥哥。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你有个哥哥啊？不是我的亲生哥哥，
我跟他是在寄养家庭长大的，从小到大他都很照顾我。可是6年前，他患癌症去世了。他一直都很喜欢留长头发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就答应他替他留长头发。有情有义，我喜欢。哎，不用这样啦，我在观察你，观察你而已啊。你刚才在观察我啊？安格丽，为什么你不早点说？早点说是观察吗？那你要不要观察他的饮食习惯呢？我们要去吃饭了。那算了，你们2个去吧，我约了人。随你啊。晚安，安格丽。哎，要不你跟我去一起吃饭，观察我的饮食习惯。你请客，我 OK 啊。奶奶，最年轻貌美的奶奶，跟我同年还敢叫我奶奶？同年不同命啊！你现在已经升职做奶奶了，说不过你啦。哎，你们好。哎，我来介绍，这就是我老板丁永涵，丁律师啊，这是她男朋友宋文浩。阿姨你好。哎，好。阿姨你好。阿姨，你不要听他乱说，我不是什么老板，我们只是工作上的伙伴。他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？哎，来，你们看，想要吃什么尽量点。对啊，不要客气啊。今天呢，新任奶奶请客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怎么好意思让长辈请客？其实我已经见过你很多次了。是吗？他每次想你的时候，都拿你的照片出来看。我今天终于看到你本人，你比照片漂亮多了。当然了，没办法，有遗传。哎，别说我来蹭饭吃哦，今天啊，我准备了很贵的礼物送给楠楠。哇！当当当当！哎，你看看，漂不漂亮？哎呦，随随便便几块碎布拼合起来的衣服，你就说很贵？什么随随便便啊？这叫做百家衣啊，是脱衣百家人的福。希望楠楠健康成长，永远幸福。我当然知道，我跟你开玩笑。我带楠楠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来，我帮你收起来。你们认识很久了？哇，最起码40年喽。哎，她的老公炳南啊，是我的学长，也是我的好兄弟。当年我还帮他追她。哎呀，干嘛把陈年往事说出来？这样的友情才珍贵嘛。怎么你老公今天没来一起吃饭啊？哦，他已经过世30年了。哦，对不起啊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这些年来多亏他一直在帮我。那天我媳妇要生了，也是他马上叫我们去医院的啊。你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免费餐食了。哎，麻烦你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不用客气，尽量点，尽量点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坐我的车一起走？不用啦，你送苏月阿姨回去就好，我们要去走走。明白。晚安，格林。晚安，迪。拜拜。拜拜。看来永涵已经开始接受你了，还介绍她的男朋友给你。如果没有跟永涵分开几十年，你说有多好？你又开始矛盾了。有些事情必须要慢慢来的。你知道吗？如果当年怡婷没有把永涵带走，让我跟永涵分开了几十年，我就不会跟永涵今天的关系搞成这样。你没事吧？你不是从来都不怪怡婷的吗？没事，我随口说说而已，真的没事。来，我送你回去。你觉不觉得安格林跟舒妍阿姨好像有点暧昧？你也这么觉得啊？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太敢越过那条线。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。安格林那么重情重义，如果他追安迪的话，可能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朋友。虽然他平时口花花，但这么多年来，他都能克制自己，没有趁人之危，算是个君子。哎，你好像对安格林有改观哦，你接受他了？我是没有这么抗拒他啦，可是情况也是 same but different。如果我认他，我就会觉得好像出卖了我爹地，应该怎么办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其实有2个爸爸也不是件坏事啊，我羡慕的还来不及。是在新加坡读 Poly 的时候认识的，他们以前是初恋。肯定是小老板娘，因为那件事情没过多久，你们就离婚啦。我是杀人凶手啊！你现在自责有什么用呢？电梯来了。这家电梯有臭味。没有啊。我说有就有。好，那我们等下一家。这家电梯太冷了。这样有没有暖一点啊？如果下一架还不合格的话，我就背你上去了。你说的。这一架合不合格啊？什么合不合格？你还没有给我 goodbye kiss。爹地，爹地，你阿哥你好，我是宋文浩，我是永恒的同事。是男朋友。继续吧啊！为什么不请他上来坐？都这么晚了，改天我带他回来给你审问啊。他几岁啦？是律师吗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27岁，是律师助理，才刚在一起几天。你冷静一点，我也不是明天ROM。不是，因为你终于交男朋友了，所以就应该多问一些嘛。放心吧，他长得真的很帅，像韩国男性。真的啊？有没有照片给妈咪看一看？有。啊，真的是小鲜肉哎。难怪我女儿最近变年轻了。难怪最近会骑脚踏车了，原来是小鲜肉教的啊！以前我教你的时候就怕不敢骑，现在有男朋友教，什么恐惧都给克服了。不一样啊，男朋友呢会保护她，给她安全感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你们有完没完呢？你害羞什么？你是成年人了，谈恋爱是很正常的嘛。刚才去什么地方约会啊？我们去一间中餐厅吃饭，你们这边也一起。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啊？我刚好开会，跟他开会到下班时间，就约他一起吃饭啊。他一个中学朋友也在，是一个女的，他们看起来关系很好。是不是疏远？你也认识？哦，以前见过几次面，我没想到他们还有联络。
啊，对了，淑媛还好吗？她最近刚当了奶奶，我看啊，她跟林正明的关系好像真的挺好的。你骗我！你在说什么？我今天要澄清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当年你离开我的时候，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跟丁伯安好上？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我跟你的事已经是过去的事，不要来这里闹。没有过去啊！这30年来，我心里面这个结还没有过去啊！我再问你一次，当年你还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跟丁伯安好上？你别无中生有。现在大家都过得好好的，你跟永涵也算相认了，何必旧事重提呢？你还记得崔芬吗？我最近见到她，她亲口告诉我，当年你还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已经在公司里面跟丁伯安用电话不停的打情骂俏。你离开我真正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对不起你，是因为他。我没有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本来我也不确定，但是我查到了一件事情，正好可以识破你的谎言。哎呀，去哪里啊？我去超市。超市穿得这么漂亮干嘛？我生日啊，心情好，想办美点出门不行吗？你生日吗？我怎么不知道的？你每天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懂什么日子啊？来，生日喝酒庆祝。来，我已经约人了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去超市吗？怎么突然间又约人了？我约了已经的老邻居 Stella。哎，那 Stella 不是搬去香港了吗？他好像不回来住了，他屋子都卖掉了。你别骗我好不好？人家屋子卖了就不能回来新加坡度假吗？我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呀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快乐哈！我问过了 Stella，30年前她一直在香港工作，没有回来新加坡，是一次都没有。而当年你对我的指控，我只是想想，那天晚上我喝了酒，我记得我只是大声跟你说话，我根本没有碰过你。那是因为你急着要跟我离婚，所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是吗？我真的不想再回想那件事，你走吧。不想回想，是不是你心里有鬼啊？因为你的指控，我一直觉得我是个混蛋，我活在地狱里，连女儿都不敢找，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做永涵的爸爸。
30年了，我愧疚了30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些痛苦是我应该承受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这样的。是丁伯安叫你这么做的吗？关他的事，是我自己决定的。没事，我觉得我现在反而舒服了。原来不是我对不起我女儿，我还记得当时永涵才2岁，你知道她有多可爱吗？我答应我自己，我一定要陪她一辈子。结果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因为你这个错误，让我跟我女儿分开了30年。你觉得我能原谅你吗？没问题的，谢谢你，永涵。永涵，永涵，永涵，你怎么了？你不上去找文件吗？永涵，永涵，永涵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跟永涵说了什么？放手！放手啊！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打你啊，永涵！永涵，永涵！你先不要碰我！不，我不碰你。我们能不能聊一下？我真的很乱，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。不要处理，不要处理，不用你处理啊！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你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的。哎，走。走。哎，morning。你在哪里？怎么还没到公司啊？安格林，文浩啊，永涵有没有回来？没有啊，我刚才打给他，他也是没有接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很难跟你说。总之，如果你看到他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还有，你见到他尽量陪着他，不要让他胡思乱想。哦，安格林嘛。我有点事，今天请假。进来。安琪，你知道永涵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他突然间请病假，电话不接，简讯也不回啊。
可能他生病了，在家里睡觉，没有听到你打电话给他吧？不是，刚才安格林打给我，问我永涵有没有来公司，听起来好像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，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。你在哪里？我和妈咪都很担心你。吃块蛋糕，心情不糟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以前大学你心情不好，需要思考的时候，你都会来这里的啊。有好几次你都拉我来这里，你忘了？是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来这里都很疗愈。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工作狂连办公室都不去啊？我一直以为是林正斌以前喝酒家暴，打了妈咪，妈咪才会提出离婚。可是我刚刚才知道，原来爹地才是让妈咪离婚的第三者。林正斌从来没有打过妈咪，是爹地抢走了妈咪，还让妈咪编造了林正斌家暴的谎言。你听谁说的？是妈咪亲口承认。原来林正斌才是受害者，我最信任的爹地妈咪，竟然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。他们背叛了林正斌，还害他这么多年来背着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。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。那就不要去面对，先不要去想他。怎么能不想？我回到家还是要见到他们的。那你就不回家，来我家住。来啦，我们可以来个 pajama party。pajama party？ 你以为你10岁啊？这是一个亲熟女的 pajama party， 我们可以边喝啤酒，边吃零食，边看帅哥欧巴演韩剧，怎样？我想看李钟硕。牙膏，还有，哎，啊，咖啡。你真的很安迪耶，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买1送1，如果现在不买的话，很不划算啊。还有啊，我现在不买，以后我还要下来买，不然你帮我。好。你不止很安迪，还越来越爱多管闲事。赶快去安抚人家啦！你的李钟硕从早上就很担心你吧？李钟硕。Hello， 你们慢慢聊啊，我先上去。谢谢你，安吉。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。我知道，你不用解释。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，看到你没事，就放心了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如果需要到我，我一定随传随到。谢谢你。哎，文浩呢？没跟你上来啊？上来干嘛？当然是去上班啊。那我的毛巾还有 oversize tee 已经放在那里了，还有你刚才买的东西我已经放进厕所啦。
哦，还有啊，厨房呢有杯面，肚子饿的话自己拿去煮啊。谢谢你啊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要不是我下午已经有预约，不然我一定会请假陪你的啊。不用啦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。你什么都没有带，你要做什么啊？思考人生啊。你快点去工作吧，不用管我的。你有什么事情 call 我啊？还有啊，电话没电的话，可以在那里 charge。知道啦。那我先走啦。真的走啦？哎呀，你很啰嗦嘞，走吧。我没事，会暂时住在恩琪家，不用担心。你好好休息，我也没事，我会继续调查苏小梅的案件。这位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能坐这边吗？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哇，现在的鸡饭太贵了，以前我们的年代才2块，现在6块，哎，真的。哎，这位同学，你吃的挺富贵的哦，鲍鱼鸡饭。家人给你的零用钱肯定不少啊。我是觉得啊，家人赚钱不容易啊，要珍惜啊，尤其是你爸爸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是你这个贱人啊！你是不是故意撞我 BB， 想勾引他，还敢瞪我？没想到小三是可以遗传的，还是你是从你妈妈那里学到的？喂，你掉的东西不用捡起来啊，没有教养啊！不用紧啊。你那牌没有收，会不会罚款的？你别过来！你走开！还我！哎，还给我！你冷静点，你听我说。走，没事没事，你听我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你自己？有什么好好说啊？我说还给我！不行，你这么做，你家人会很伤心，你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。关你什么事？我叫你还给我！我不给，不给。哎，刘婉，对不起，我送你。我不要碰我！我送你去医院好。走开！我送你去医院放手，不要碰我！上班还可以坐你的顺风车，多好！今天午餐你请啊？嗯。哎。Hello, Uncle。我先进去啊，你们慢慢聊。
你的日用品，还有包包。谢谢。永涵，弟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哈，对不起啊，你没受伤啊？没事，没事。永涵，我们聊聊好吗？有什么话说吧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揭露你妈咪，还有林正斌的婚姻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一直把你当榜样，就算知道你们隐瞒我关于亲生父亲的事，我也没有怪你们。我甚至很庆幸你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可是为什么？是啊，是我们隐瞒了你啊。可是我对你跟你妈咪的感情是真的。我们在理工念书的时候，真的是有一段恋情，我们彼此相爱。要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情，我和你妈咪就不会走这么多冤枉路了。什么事？我坐过牢。我在服兵役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些损友，常常去夜店喝酒、唱歌、打架闹事。后来我失手，刺伤了一个人，结果我被判坐牢4个月。因为这件事，妈咪就跟你提出分手。你妈咪并不想跟我分手，她相信我会改过自新。可是她的爸爸妈妈反对我们来往，你妈咪夹在中间，真的很为难。我不想看她这么受苦的样子，所以啊，我才提出分手的。那既然已经分手了，那你为什么要回来破坏妈咪的婚姻？我们分手之后，就再也没联络了。后来我出国念书，毕业后回来新加坡工作。那时候你妈咪已经结婚了，还生下你。我心里想，她一定过得很幸福很快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路上碰到你妈咪。Oh no no no！ 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女儿。丽婷，怡婷当时一个人要打理家务，还要帮林正斌打理装修公司。可是林正斌整天酗酒，对你们不顾不管。那时候你妈咪压力真的很大，所以当天她精神恍惚，还不小心把你遗留在巴士站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怡婷婚后生活并不快乐。我当时真的很心痛，我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她，我只能做的就是抽空多一点陪她。就这样，我经常陪你妈咪带你出去玩。那时候你才2岁，应该没什么记忆啊。不过我记得，每次你看到我都笑得很开心。一开始我真的很纯粹的想去帮助你和你妈咪，我并不想介入你们的生活。可是慢慢下来，我和怡婷发现我们之间的感觉根本没有离开过，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这样走在一起了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段感情，只有走一步看一步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妈咪哭着来找我。他告诉我，林正斌在家里发疯，这次还差一点动手打他。这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我不能再让怡婷一个人独自去面对林正斌了，我一定要帮他脱离苦海。
那时候，公司派我去苏州工作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跟你妈咪了。我担心你爸有一天失控，真的会伤害你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只好用林正斌对你妈咪家暴的理由，让怡婷提出离婚。无论如何，你们都不应该污蔑林正斌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。真的对不起啊，我当时真的很乱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和你妈咪受伤害。你知道你这么做让我很为难吗？这一切都是我出的主意，要怪就怪我好了，千万不要怪你妈咪啊！你妈咪这么做是怕长久下来，林正斌变本加厉，真的对你做出伤害。他这么做，并不是完全为了他自己啊，很大部分都是因为你。江一放已经不是第一次自残的了，有可能是因为他妈妈是小三，所以他那些同学老是用这一点来羞辱他，他承受不了压力，所以他会有那种伤害自己的倾向。还有，只要我在江一放面前一说到他爸，他就很不高兴，好像他跟他爸有很大的误会这样。说真的，天下父母哪有不疼自己孩子的爸呢？你有听我说话吗？爸，你终于肯承认我这个爸了。对不起。没有，你没有对不起我啊，你没有做错啊。要说对不起了，应该是我。我替妈咪和爹地向你道歉，你能不能原谅他们以前犯的错？原来你喊我去生爸，是为了他们的。我是真心要叫你一声爸的。我很早要这么叫你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所以你现在开口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爹地妈咪，给我一个机会听到你现在喊我一声这么珍贵的爸？